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疗愈的小餐包。这次的餐包里面，我加了一些炼乳，还有包了香浓好吃的起司丁。餐包吃起来带有柔软又淡雅的奶香味，让人不知不觉就想再来一个。这里面呢有高筋面粉、盐跟糖，用一个打蛋器先搅拌混合均匀。我会建议不常做面包的人买这种小包装的干酵母，这样会比较好保存。干酵母另外称重，这样会比较不容易失误。这时候呢，再来把酵母放进来搅拌均匀。这样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酵母直接接触到盐，影响活性。把处理好的粉类放入搅拌机里，或者是面包机的内锅。如果你不想沾手的话，可以用面包机来打面团。方法没有一定，用手揉也都是可以的。在内锅里面加入冰牛奶，打入一颗冰鸡蛋，把炼乳也放进来。最后呢，把所有的粉类都放进来，像这样就可以放入面包机里了。选择手动揉面的模式，按下启动键。我们大概设定7分钟，让面团自己搅拌。一开始面团会胀，不要担心。旁边如果有粘黏的情形，用细胶刮刀刮一下，粘在面团上就好。大概搅拌到6分钟的时候，面团就会成团了。时间到，把内锅拿出来。现在面团的样子是这样，并没有很光滑，用一块拧干的湿布盖起来，静置20分钟，让面团休息一下。等待的时候呢，来称一下奶油的分量，使用冷藏的奶油，放到室温软化。现在打开来看一下状况，用手拉一下面团，可以看到薄膜是比较粗糙的状态，这时候就可以加入奶油了。把奶油分切成小块，抹在面团上。内锅放入煮机里，重新启动手动揉面。一开始会变酱，不要担心，这是正常的。奶油会被面团慢慢的吸收进去，变成光滑的面团。我们大概搅拌15分钟左右就可以取出来了。现在面团大致上是这样的，按压下去，柔软有弹性。大概可以拉出像这样的薄膜，已经算很不错咯。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的话，可以利用搅拌机再加强一下，在搅拌钢盆里面抹上一层薄薄的奶油，预防粘黏。然后再把搅拌钢盆放上煮机，用中速来搅拌，直到面团柔软、延展性出来为止。我大概搅拌3分钟左右。像这样呢，面团就可以拉出非常完美的薄膜了。这方法提供给不想麻烦、不想沾手的人，却又想得到漂亮的手套薄膜。当然，全程想要手揉的人也都是可以的。有延展性的面团，拉扯的时候面团会粘黏在钢盆上，像这样。拿出来整理一下。面团的最佳温度为24到27度之间。今天的气温比较低，我的面团是24度。用一个钢盆抹上奶油，把面团放进来进行第1次发酵。表面先喷一点水帮助发酵，然后再盖上一块布预防干燥，直到面团发酵到原来的2倍大小为止。准备一个20公分正方形的烤模，剪一张烘焙纸铺一下底，把四周的角角都剪掉，铺在烤模里面，这样烤好之后会比较好取出来。像这样呢，纸模就做好啦。现在面团已经发酵好了，发酵好的面团看起来表面会像这样立体的球面。台面上撒上一点面粉，预防粘黏。接着把面团倒扣过来，把面团的表面撒上一点面粉，轻轻地拍打排气，然后把面团往中心方向折，整理成圆形。称一下重量，应该是486克。整理一下面团，把面团整理成方形的样子。接着切割成9等份，
每一份呢大约是54克，少一点就补，多一点就切割掉，尽量呢每一份都一样重。把面团光滑面朝上压扁，然后收折起来，收口在下搓圆，大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每一个做法呢都一样。搓好之后，在表面喷一点水，预防干燥。盖上一块布，我们要松弛休息20分钟。等待的时候没什么事，就可以泡杯茶，旁边纳凉去。现在面团已经休息好了，把面团先移到旁边去。准备这种高熔点的起司，把它们包在餐包里面。每一个面团呢，都像这样压扁排气，然后把光滑面朝下，再按压一下，把面团放在掌心，然后包入一些起司丁，像这样呢，手口捏紧。没有捏紧的话，烤的时候可能会爆开哦。把捏好的面团放在烤模里，接着再做下一个。一个一个分别排好，像这样就可以发酵咯。表面先喷一点水，盖上一块布，进行第2次发酵。发酵的时间要看当天的气温而定，大概发酵8、9分满的位置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呢，先把烤箱预热到170度。准备一个不锈钢的筛网，装一点面粉，等一下可以撒粉做装饰。进烤箱之前呢，喷一点水帮助发酵。撒粉的时候记得不要拿得太低，要拿高一点，这样才会撒得漂亮。粉也不要撒得太多，吃起来会比较不好吃哦。等烤箱预热好之后，就可以放进烤箱烘烤了。用170度烤14到15分钟左右。每个人的烤箱都不同，要依照自己的烤箱状况做调整哦。来咯，好吃的面包出炉咯！赶紧把面包取出来放凉。下面这张纸抽掉，放凉10分钟。每次看到这样连在一起的餐包，就觉得好疗愈哦，想要把它们一个一个拉开来。像这样超级柔软的炼乳起司小餐包就做好啦，早上可以搭配牛奶一起享用，超棒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这个很简单又好吃的炼乳起司小餐包。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